抗美援朝結束以後，联合國軍說他们杀傷了志願軍100萬，這個數字靠不靠譜呢？朝鮮戰爭剛一開打，朝鮮人民軍勢如破竹，壓根兒沒想到美國會親自下場。我們這邊問需不需要搭把手，人家還一口回絕了。可誰能想到麥克阿瑟搞了個仁川登陸，戰局瞬間天翻地覆，人民軍被打得節節敗退，聯合國軍大搖大擺越過38線，戰火都快燒到鴨綠江邊了。到了這個時候，朝鮮才不得不低下頭，希望我們出兵保家衛國，義不容辭。志願軍跨過鴨綠江剛上去的時候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根本瞧不上，覺得我們裝備差，肯定不經打。可結果呢？志願軍一連串打了5次戰役，硬是把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給打破了。往後2年邊打邊談，邊談邊打，最後美軍被逼着在停戰協定上簽了字兒。仗打完了，仗就得算一算。聯合國軍對外聲稱殺傷志願軍100萬，這個牛皮吹的是不是有點大了？我們的專家說的在理，志願軍分批入朝，一批打累了就換一批回來休整，國內再派新部队頂上去，前後總投入確實有190萬，可那是累加數字，不是同時都在朝鮮。同一時間在戰場上的兵力也就40多萬。事實上，按照我們的戰史統計，在整個抗美援朝作戰中，志願軍總的傷亡人数大約在15萬左右，聯合國軍殲滅100萬的說法壓根兒就經不起推敲。這串離譜的數據反過來倒能說明一個事兒，我們的勝利根本不是靠什麼人海戰術堆出來的，裝備不如人，後勤跟不上，可仗打贏了。靠的是什麼？靠的是志願軍那股子鐵打的韌勁儿，靠的是指揮員運籌帷幄的本事。所以說，數據這東西還是實在點好，弄虛作假，到最後打臉的可就是自己。